人生是一趟旅程，在人生的列车上，我们会遇到许多人，有些人会和我们擦肩而过，有些人却会和我们成为好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玲，今天我会带大家逛逛多伦多市中心，同时聊聊关于友谊这个话题。现在我的身后就是火车站，这个车站呢叫 Union Station， 是多伦多最大的火车站。我刚才就是从这个火车站出来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塔，这个叫 CN Tower， 是多伦多的电视塔，也是多伦多的一个地标建筑。我有几个朋友在多伦多的市中心，今天呢我来这里和我的朋友聚会。那在我去见朋友之前，我要先去剪一个头发，因为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，我想把它剪短，这样的话会更轻松。我要去的这个理发店呢，它是一个日式的理发店，那就是里面的理发师呢是日本人。我现在要走大概10分钟就到了。现在我在这条街叫 Bay Street， 是多伦多的一条很有名的街道，这里是多伦多的金融区。这个金融区呢有很多银行还有金融公司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叫金融区。那我要继续走，经过这里，一会儿就快到理发店了。现在我前面这个楼呢是多伦多的老市政厅。刚才我们听到了整点的钟声，那是因为现在呢是早上10点了，所以这个楼里的钟表呢就刚才响起了钟声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老的市政厅呢，它周围的建筑都是很现代的高楼大厦，这个老的市政厅建筑在这里显得更加的特别，也更有历史的意义。我的预约是10点15分，那希望我不会迟到。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，但是我应该5分钟就可以走到。在我左手边呢是多伦多的市政广场，那现在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广场，等我剪完头之后呢，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市政厅的广场。我已经剪完头发了，你可以看到我的头发变成了到肩的长度，我的头发变短了。现在我觉得特别的轻松，不像以前觉得头发很多特别沉重的感觉。现在是中午11点半，我一会儿1点半的时候去见一位朋友。那现在我还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来到了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广场。在我的身后就是这个广场，叫 Nathan Phillips Square。这个广场呢有很多建筑包围着，这里是多伦多的市政厅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呢像一个眼睛一样，中间是眼球，两边是像一个眼睛的形状。这个广场的周围呢都是高楼大厦环绕着，这里还有很大的多伦多的标志。一会儿我要去见的这位朋友叫 Helen， 我和 Helen 是在这个广场认识的。那你可能会好奇，我们是怎么在这里认识的呢？
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当时是2013年的冬天，有一天我来这个广场滑冰，因为这里冬天的时候会变成一个滑冰场。当时我刚开始学滑冰，所以滑得很慢，滑得不好，但是我还是自己来这里练习滑冰。那个时候 Helen 正好在旁边，从旁边经过，他看到我一个人在滑冰，他就在旁边鼓励我，说我滑得很好，他觉得我很勇敢，于是我们俩就聊了起来。他和我说他是从法国搬到多伦多，搬到加拿大的。那我就和他分享说我在学法语，我问他能不能帮我练习法语，我可以请他喝咖啡，他很开心的答应了。之后我们就开始约着一起喝咖啡聊天，这样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。那我和他差了很多岁，他比我大很多岁，他今年已经87岁了。对我来说，他既是好朋友，又像一个非常亲切的长辈。如果你来多伦多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广场转一转，这里有很棒的建筑，而且夏天的时候这里会有喷泉，冬天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一个滑冰场，那你可以在这里滑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去买点东西吃，然后一会儿1点多的时候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Helen。每一次我和我的朋友 Helen 见面，我都觉得特别开心。我很喜欢听她讲她的人生经历，每一次她和我分享她画的画，让我觉得特别激励我，也坚持去创作，去尝试新的事情。那我之前还做了一个视频，讲关于她的故事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友谊这个话题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。我觉得上学的时候，在学校里是最容易交朋友的。那时候大家会一起上课，经常会遇到，有很多团体活动。我很幸运，以前在大学里认识了一些朋友，有的朋友我还保持联系，但是有的朋友呢，毕业之后搬去了别的城市，或者去了别的国家，那我们就很少联系了，到后来也就慢慢的没有了联系，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。我现在很珍惜我拥有的朋友，我也希望可以去交一些新的朋友。但是工作之后呢，每天都很忙，有的时候没有很多时间去参加活动，所以交新朋友就变成了一种挑战。那我也很好奇，你有什么好的方法交新朋友吗？你是如何交朋友的？我现在呢，在尝试去参加一些活动。我发现有一个练习法语的活动，每周可以去。还有的话，我想去多伦多大学参加一些讲座，或者一些讨论的活动。我希望可以认识新的朋友。对我来说，我并不需要很多的朋友，我希望拥有知心的朋友，就是可以去聊生活中的不开心的事情，可以分享很多想法和生活经历。我认为真正的友情是可以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的。对我来说呢，有些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去吃好吃的，但是可能不会聊很多深入的话题。
不会去分享很多关于自己生活的事情。那这样的朋友呢，我觉得就是属于一般的朋友。对我来说，真正的好朋友是可以分享生活中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，可以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向他们寻求帮助的。那一会儿呢5点多的时候，我要去见其他的朋友。这2位朋友呢，是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。我们当时在多伦多大学一起参加社团活动，现在1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还保持着联系。我很珍惜这样的友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友谊是非常长久的。现在我刚到家，我和我的朋友们晚上吃了韩国菜。今天这一天，我见了我的朋友们，我很珍惜认识多年的朋友。每一次和他们聊天，我都会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帮你学到了一些中文的表达。评论告诉我，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友谊？你是如何交朋友的呢？如果你喜欢看 vlog 学习日常生活的中文，这里还有其他的视频，你可以继续看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